开始。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林鹤，在主义中饰演的是武侯谢征。是我们燕州军流血流汗抓来的，我们冀州军。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甜甜西薇，在主里面饰演樊城玉。我家司马情投意合，马上就是一家人。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清晨，在主域里饰演满地。那也是应该的呀。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书伦，在主域中饰演谢武。樊都尉早已经有了夫婿。OK， 那我们的直播现在开始。今天呢，作为本场陪看直播的主持人，我跟小九呢一起来给大家当一个嘴替。那是的，因为其实很多朋友们也有很多就是关心的问题，想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或者帮他们问一下。第一个问题，那我们直接开始啊。开始。第一个问题。谢震和樊长玉都有很多名场面嘛，然后现在我们带入一下角色，让你们俩互相评价，就是对方的最飒瞬间或者最心动的瞬间。却抢战俘动手伤人。最飒的瞬间，最心动的瞬间。对，选一个就可以。您马上和樊都尉最飒的瞬间，这些军功，最飒的瞬间，他斩杀对方将领吧。哦，确实，谢武是吧？见证两次，见证了2次，是的，见证了2次。你是亲眼见证的哈？对，我是击杀记录仪，每次都在第一现场看着。然后每一次，侯爷都叫谢武去保护侯夫人。侯夫人不太用我保护，夫人把我保护。我？如今我吗？日后。那姐呢？我觉得我选心动瞬间吧。我觉得心动瞬间有很多，尤其是在前期相处在西固巷的时候，我印象里面最深刻的其实是，我们在一起过年，他写对联的。我就觉得很温馨，然后他帮助邻里乡亲，在写对联，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好有魅力呀！是的，就感觉自己的喜欢你们先走吧，已经跟那天的阳光一样，非常和煦的，让自己觉得身上暖暖的了。确实那个画面真的很暖心。乃是权宜之计，军中人多嘴杂。如果给那个争相预警找一首进行曲，侯爷跟侯夫人，你们觉得哪一首最合适？自己不配。毕竟进行曲啊，没看过几版，或者说对，那肯定是我们 JJ 的歌啊。我对缘分小对啊，不放弃，还有奖呢，是这么说吧？好的。有人把这一段给我截下来哦。回兄一定会有的。那我会难过的。那小妹先告辞了。哎，下一个问题真的很有意思。我能再唱一遍？你再唱一遍吗？可以，再唱一遍。朋友们好好截哦，朋友们好好截。唱一遍更差的。刚才那个借口我还能用，我没好好唱来做借口。下一个问题，帮我。好，下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很现实。你们认为谢震和樊长玉的 MBTI 分别是什么？为什么 ？MBTI 啊。谢征的 MBTI，首先他肯定是个 I 人，INTJ 吧，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有，这是个什么样的人格啊？是一个比较有计划、有自己规划的人，然后怎么说呢，就是也会有想法，心里面的。一些东西也不会溢于言表。那姐呢？觉得樊长玉是什么 MBTI？ 哥们儿。我觉得，因为我不太了解就后面那几个，但是我觉得长玉应该是个艺人。我同意。因为他。对他的情感都比较外放，然后也很乐意交朋友去对大家。小猫咪
很可爱。是个艺人，暂且。 OK， 有网友说这个谢珍跟陶太傅是同担，因为当时有一场戏，我记得就是谢珍跟他说我娶了一个夫人，然后陶太傅又说我认识了一个干女儿，结果发现两个人说的是一个人。对此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同摊都来了都。是很爱常玉的人。还让我喝呢啊！对，然后我们俩你们虽然是关侯回不来，我们俩是从不同角度欣赏常玉的人。我告诉你们，若是尔等再敢把咱家晾在此处，但是正因为找到了陶太傅这样的一个同担，所以我跟常玉的感情才会越来越好。哎，我记得当时是谢家军哪两位？是3还是5？还是3还是5还是9？在门口偷听说他们两个说的好像是一个人。不是我，可能是1、2、3、4、5全都在偷听吧。都在偷听。不知大监找本宫来。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单人问答环节，还是先由我们的亲友团进行提问呢？首先，第一个问题，是问侯爷的：谢征从严正到武安侯的身份转变，你在当时的表演上是怎么做出区分的？不曾动怒。其实前期在西顾巷的时候，他做严正的时候会比较藏着嘛，然后我之前也说一个词儿叫做藏风，就是把他身为武安侯身上那种狠劲儿、锋利的气息藏一藏，就更加融入在西顾巷的那种温暖的氛围里边。所以他会去写春联啊，他会很照顾宁娘啊，他会跟那些街坊邻居打成一片，也会帮樊长玉去解决了很多糟心事儿。然后到后头变成谢征的时候，其实到了军中，到了朝堂之上，就会有他作为武安侯的一份责任起来，所以说这时候他的锋芒就会显现出来。这样两个严正跟谢征的角色就会差距就会拉开嘛。而且我觉得就是严正变成武安侯之后，还多了一项属性，就是动不动就愿意自残，自己割自己。怎么说话？那不叫自残，那叫时刻让自己保持清醒。不是我说的，不能让爱情冲昏了头脑。哇，谢武都这么有事业心，谢武都有这么有事业心，侯爷也不能输，对不对？对，那个谢武是侯爷的兵，只是说当时看到侯爷。谢武，你再多说一句，你的前途就没有光了。好，闭嘴，我不说了。可以用人睡觉。我们接着问第二个问题。网友调侃这个武安侯的这个身上雷点特别多，就是雷这雷那雷一切。对此，谢征有什么想回应的？雷公嘛，就是雷公嘛。告一声，本宫。他应该是怎么说呢？就是同在屋檐下，难免会沾染上一些军师的做派。还有一个就是你认为武安侯这个身份对于谢征来说意味着什么？武安侯的身份对于谢征来说，武安侯，以武安天下的意思嘛。其实武安侯在谢征身上的体现就是谢征身上有一份很强的责任在他的肩头上面，他得去对得起侯爷这身份，在军中而且必须得遵守军纪啊，或者说必须得去保证他管的这一片的人民的安全。所以说当上谢征之后，他也会就大家看上去会锋芒会毕露一点，也是因为他只有这样了才能够稳定军心，让大家都信服于他。知道侯爷公务繁忙。行，那我接下来问一下阿姐吧，好不好？抽不出空来跟老奴见上一面。第一个，樊长玉从市井屠户女成长到沙场女将，你觉得过程当中樊长玉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他心态的变化，因为他在临安镇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杀猪娘子，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养20-30头猪，对，然后跟妹妹跟谢征一起，跟严正一起，对，就是愉快的生活在一起。但是他因为寻妹寻夫，然后他走到了战场上，他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之后，他会觉得自己激发起了自己内心那种护卫国家的那种什么心，保护之心吧，保护欲吧，就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既然上天赐予我这个东西，那我是不是可以用它来保护更多的人呢？我觉得他是这么想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樊长玉就长大的过程当中真的很勇敢，可以这么说。第二个问题，网友说军营常玉的跑步姿势很像奥特曼，你常玉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地球原本是没有奥特曼的，直到出现了樊长玉。那个跑步姿势真的特别萌。小九，你说是不是那个山坡很滑？哇，那个山坡真的很难跑，好吧？大家倒回去看小九，他们这杀猪小队没有一个姿势那个都是本侯像写真的。真的，我回放杀猪小队每一个人跑的很像个玩偶一样，那咚咚咚的上去。侯爷，因为那个真的很陡。这是你们逃魂吧？部分全跑掉了，我从此以后不敢轻举。好，下一个问题。这整个结束之后，樊长玉最想实现的心愿是什么？你可以想那种特别夸张的，个往大的想，什么都可以。如果什么都可以实现的话，什么都可以实现的话，我希望小镇安宁。我希望我能和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爱人一起，就是这么平凡的生活下去。明白。谁不想平平安安的过走一生？我只是不想败坏他的名。那接下来呢？我问那个小九一个问题，就是作为杀猪小队的一员，小九，你觉得满地在团队里是什么担当？满地是什么担当？除了马内以外，我觉得应该是团宠吧，因为每一位哥哥都很宠，就是不管你做错什么，就是没错。然后阿姐就是特别，不是偏爱吧，但是就是那种特别，就是没关系，你做什么没关系，然后会一直保护满地的那种，连要是上战场都会让我就是站在他旁边或者他背后这样子，对，就应该是团宠。行，那你来问你一下谢武。最近呢，因为谢武呢也是大家热议的角色嘛，最近有这样一个问题很热门。好，网友说谢武被前途练得睡不着觉，对此你有什么怎么认为的？就是觉得好刺眼，什么刺眼？原来是谢武的前途。好刺眼，要不我把你眼睛蒙上？我自己蒙。真的，谢武真的太会来事儿了，这个角色。主要是平时从这个谢武从小一直跟着侯爷嘛，所以这个跟着侯爷耳濡目染，所以也养成了很好的素质，这都是侯爷的机会。我可没教你这些东西。救救我！救救我！给他说脸红了都，红了又红了，红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先了解一下演员本人吧。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关于角色的嘛，接下来的问题来聊一下演员本人的。那我先来问一下联合哥吧。肯跟我翻脸吗？联合哥有没有刷到网友说谢征特别的有礼貌？因为入城的时候呢，身后那个旗帜的都还是谢。我认为他不会。你有没有什么想说跟网友说的？不想做这皇位，
我可以找个人。说实话，我当时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会有这个梗在里面，没注意。但是呢，这件事儿啊，但是我们之前就注意到嘞，我们就当时我们在军营里嘛，是不是？对，我们在军营里边，就是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谢谢。这个军队非常好，全是谢我你是不是你特地安排的？啊，侯爷，这个也是我该安排吗？你没安排，为什么不告诉我？过个10几年，对不起，侯爷，我错了，我自罚，做得非常的好，明天给你升职加薪。谢谢。更亮了。于宝儿未来会是什么样？好，第二个问题是，林鹤哥如何评价网友说谢珍一身班为严正勾栏做派的？哎，对了，你还不回冀州府啊？网友说，那个李怀安，既然网友能这么说，就说明其实严正跟谢珍的区别还是挺大的，是不是？对啊，就是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人物关系。对，在西故乡那么美好的一个地方，不该有太有锋芒的一个人，所以呢，就把谢珍身上那个藏起来的那一点点的柔弱就带出来了，只是说平常不露，但他身上是有的。那当然，每个人都有很多面嘛。对。我有2个问题问小田哈。首先第一个问题，陶太傅呢给常玉取自山君，你觉得山君这个词最贴合常玉的哪个特质？我觉得英勇无畏吧。就是山中老虎，勇猛又威放，而且非常像常玉在战场上的表现，也很有老虎的那种气质。可能也觉得我有点莽吧。特别威武，然后第2个问题就是，侯夫人能不能现场还原再说一次常玉特别出圈的那个语录？原来人在真正高兴的时候，心是会想。来还原一下这句经典台词。我就只记得这一句哦。怎么说来着？原来人真正高兴起来，心是会想的。好了，原来人真正高兴起来的时候，心是会想的。侯爷听见了吗？侯爷，东宫宝应用你说。也绝不能下岗了。然后现在我问小九一个问题啊，就是杀猪小队在严正跟常玉的感情关系中，你觉得发挥了怎么样的作用？其实吧，在他们关系里边没有起什么作用，但是最重要的是，不管阿姐做什么样的决定，杀猪小队是会随时随地的支持他们俩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希望他们俩是好好的。那我们俩吵架呢？我们在那里保护阿姐。你明知道武安侯在府中送知道那场戏，武安侯把常玉从战场上拉走之后，然后4个背影，然后他们4个人站在那儿站一排的那个背影太好笑了。然后看到特别好笑的网友说，他说给他们4个人配文，你们还回家吃饭吗？对，我看到这个了，对吧？我还刷到那种站一排，然后上面有个很大的问号。对，挺好笑的。行，那我问一下谢武，反正我的有，你的也不可以缺嘛。好，这问题呢，我感觉你可能会有刷到过的。他说谢武亲眼看到侯夫人以一己之力放倒2个主帅，对其敬佩不已。网友调侃，从此谢武直接改名为反武。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不敢说。说来，我也说吧。我觉得就
就是侯爷可以把我就是派去跟着侯夫人，但是我还是想叫谢武。侯爷这个答案满意吗？既要又要是吗？没有啦。好了，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好了郑家俊的问题，不为难他们。马上要为难了。第一个问题来喽。网友史明举报谢武拉了侯夫人的手腕，在此你有什么想对侯爷说的吗？然后侯爷想怎么回应这件事情？就是在战场上，你把侯爷迷晕了，我不是把你拽到一边吗？就那个，然后被网友截图说要把这个截图发给侯爷，然后那天呢，我给那个有一个评论，然后给他回复了一个，我说你是要毁了我，我说我的前途刚刚一片光明，你要因为这个毁了我。我跟你说，你今天不说我还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您说我就知道了。臭嘴跑得比脑子快。哎，可以让我们接着来第二个问题，这个很关键。现在此刻，作为武安侯是怎么评价谢武这个下属的？怎么评价这个下属啊？哎，怎么说呢？眼力劲儿是有的，但是在关键时刻，关键时刻也不错。OK。升职加薪的理由呢也都有了，但是就是不能给他升职。好，多努力一会儿啊，谢武。那树伦哥，你本身觉得谢武是工作怎么样？我觉得就是首先武安侯的手下就是强将手下无弱兵，所以武安侯的手下必须要就是那种也是做事谨慎，然后考虑周全、雷厉风行的这种。然后就是对于那个网友说什么这个拉着侯夫人嘛，所以当时右手拉着侯夫人，紧接着后边右手就折了嘛，就不能拿刀了。哎。别，这都是网友的玩笑话。但其实我刚刚想到一个点，好像是当时我在拍戏的时候，才了解到的。那个，你知道为什么是写1、2、3、4、5、6、7、8、9吗？因为数不尽。其实是不是数不尽？因为他们当时是武安侯打下江山的时候救下的人。对。对，我这帮兄弟都是过命的兄弟。是的。是，所以什么升官加薪无所谓，都是兄弟，有什么升不升官加不加薪的？所以主要就是不想升官才说这么多。我可没这么说啊。心碎了。我老板这样跟我说话，我会哭的。我觉得我老板在 PUA 我。我这里有两个关于杀猪小队的提问啊。首先，问就是满地出场的3集被打了6次，那么想问一下小田跟小九拍打戏的时候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发生吗？你父需要当驸马了，是真的吗？我觉得当时那个被棍子顶出来的那个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的威亚，然后那个拍了好几遍。那是你第一次钓威亚吗？没有，但我觉得被你用那个棍子特别长顶出来，然后我们一起飘出来的那个还蛮有意思的。就那个顶出来那个是你啊？是我飞出来的哥。太那个镜头拍的，感觉他有超能力了一样。对抗陆兄弟。对。比狐狸比黄鼠狼还。然后之前提到过，就是先拍的满地死的戏份，再拍前面的剧情。满地出场时，小田觉得很恍惚，很想哭。借此机会，满地有什么想对阿姐说的？阿姐又有什么想对满地说的？对，我也看到那个采访了。我觉得满地当时肯定就是在走之前，肯定会有很多想对阿姐和哥哥们说了，各种谢谢啊，因为你知道吧，从小都不知道在哪里睡觉是安稳的，就是到遇到了阿姐嘛，所以就谢谢阿姐，就是一直以来的照顾，还有给好吃的，还
就是逐渐的让我们变成他的亲人，我觉得这些都是满地一直来都很感恩的一个点。但是有可能到时候那个点了就没有那个机会去说了。老樊，你看什么呢？阿杰有什么想说的？前几集好像说过，我就觉得满地是个很善良、不着火点灯的，很善良、很可爱的小弟弟。然后昨天我看那场戏的时候，我在片场拍戏，然后穿着戏服，化着美美的妆。我看完那场啊，还没看啊，对，看那场戏，我就开始掉眼泪。我就一边用手机打文字，我昨天发了一条那个社交平台嘛，就一边打文字一边掉眼泪，然后后面金爷也发一条社交平台，说你是不是也边写边哭？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懂你。对，金爷写了个小作文。对，就是因为其实满地就是我们当中最小的，但是他也是非常勇敢。虽然他小小的，他死之前他说阿姐我没有怂。其实那一刻我觉得杀猪小队的心里面就觉得应该都碎掉了吧，都快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剧迷啊，都在积极的刷弹幕讨论，然后都说我们逐一的弹幕非常有梗，然后我们每个人说一个自己觉得看到过最有意思的弹幕是什么。侯爷，跑过去。最有意思的弹幕啊，最有意思的弹幕，前途被光照的睁不开眼。求求了。又红了。谁是那束光？谁是那束光啊？艾玛，你们两位哦，你们两位摸着脖子的感觉。侯夫人到你了。我觉得是我一直找不到我夫君的时候，然后我那天看到一个弹幕飘过，说要不你俩位置共享一下。我就查其实就在我边上。就隔着一个颜色而已。我的不一定是最有意思的，但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是说什么？因为满地下线的时候，他说可不可以看那种180秒的广告复活满地，各种这样的。然后我看到的最有意思的弹幕就是那个侯爷在追隋元清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见过侯爷，谢武留下来保护常玉。”然后弹幕上面写着：“啊，我吗？我吗？我吗？又我吗？又我吗？对，又是我吗？夫人不太需要保护。”然后大家都说咱们竹玉导演拍的审美特别牛，然后我们4位最喜欢的镜头分别是哪一个？每个人选一个最喜欢的镜头。最喜欢的镜头啊，哇，好难哦。最喜欢的镜头，有一场戏是我跟常玉吵架，就是在那个他救我的地方，那场雪地里边，他那个对倒在那儿的那场戏的所有镜头都觉得非常好看，他那个光就是阴暗的，暖冷的那个对比就很厉害。然后那场戏也很有宿命感，就是你救我于此又弃我于此的那场戏。所有证据都在指向他已经死。我也觉得那场很好看。可越证越可疑。还有其实战场的那些这个市场已经那些构图啊，那些氛围其实也蛮好拍的，还蛮有对。这些年早有我这边觉得说魏延奉旨持虎符求援兵，我特别喜欢就是隋元清跟满地挣扎的那几段，然后直到阿姐跑过来的那一下，我觉得整个画面整个情绪都特别的丰富，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一场。我最喜欢的就是在杀完石虎之后，然后武安侯骑着马，然后把常玉抱起来，然后那个
小兵的那个围巾一掉，然后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在马下那个对视的那个，我觉得那个拍的特别厉害，那个太有感觉了。然后 BGM 就响起了，对缘分小心翼翼。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些大家的现实向的小提问。第一个是，如果角色之间我们4个人有朋友圈，彼此的备注会是什么？越来越近了。要是能找到虎符就好了。我还搜查过长信王的遗物，常玉肯定是常玉嘛。随身携带物品，一无所获。这个随缘清，满地可受刑他也不愿意说出满地，他居然还有力气嘲讽我。早知道满地，我想一想啊，刀把他剁了。被我打那个常玉宝儿。侯爷，已经安排赵巡查验了尸首。谢武的话，死的并非随远怀，是兰氏从小培养的替身。谢武的话，替身不但相貌酷似，就连身上的每处烧伤都是精心复刻的。那死在庄子里的女子身份，查清。勿扰。赵巡便认什么勿扰？是长信王妃。勿扰。完了，黑了。为求自保，不惜残杀。阿姐呢？我觉得给武安侯是时候该直呼严正其名了。划掉。要想抓其名，这还需要其他线索。武安侯划掉。还有吗？来回画。然后给弟弟的话就是弟弟。好像早有准备。我怀疑。给谢武的话就是勿扰吧。勿扰。侯爷带出来的兵。看来，好，是有人没当做棋子，还你呢，小九？正义。我应该给侯爷写个阿姐夫。姐夫。然后阿姐肯定就是阿姐嘛，加一个星星。这武肯定就是谢武大哥，谢武。到我的话，我给满地的备注应该就是满地，然后给侯爷的备注是领导，然后给那个樊长玉的备注也是领导。一个随缘清还不够。领导挺多。看来我。然后谢武的头像就是那种领导不敢委以重任的头像。可以。接下来的提问呢是杀青之后有没有哪一场戏是你们到现在还会偶尔想起来的？李家拿了我们那么多好处，现在还不见接应之人。杀青之后围追堵截，我不是他们变了心。印象最深刻的戏呗。可以这么想。印象最深刻的戏，不过说是刚刚那个谢武说的那场，就是我掉马那场戏。然后那场戏其实是我们俩的情感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嘛。这是情感上面的。然后其实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是那场戏，其实还挺难拍。我得追，他得跑得比我马快，我还得追上去捞他上来。对，那个场戏对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觉得很深刻的一场戏，其实是我们俩的第一场戏，在雪里捡严正的戏，因为那个时候也很难拍，是不是？是，你得摔跤那场戏。对，然后第一集，然后导演要求还很细，然后当时严正脸上全都是什么血啊，做什么特效啊，就拍得很细。是。我们说的两场戏都是其实我们俩情感上面最重要的两场戏。第一场是开始嘛，是的。我说那场戏是转折嘛，严正到谢征的转折。是的。那其实我们应该还有很多很多难忘的戏了，但今天呢，因为我们就是时间很快嘛，我们就到这里就是陪看就先到这里了。然后请大家多多上爱奇艺支持我们竹玉
对，然后现在进入抽奖环节，然后观看直播的观众可以参与一下抽奖，领取爱奇艺月卡会员，可以再来多多刷几遍逐玉。对，会有的。然后那个他们后台会处理，后台会抽奖。那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我们跟观看直播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再见吧，拜拜，再见，拜拜，赶紧去爱奇艺看如玉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请多多支持爱奇艺逐玉哦，拜拜，是因为你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你知道我中到了。